许多看似硬朗的长辈，一过75岁，为何身体会急转直下？你是否也发现，身边有高龄长者，往往撑过70好几还很精神，却可能因为一次小感冒或一场小意外，就仿佛被击倒一般，瞬间垮掉。这绝非偶然巧合，而是身体的健康存折早已被偷偷掏空的警讯。75岁，庞佛是健康的一道断崖。如果长辈平日一些生活方式没有注意，身体机能其实早在慢慢流失，到了这个年纪就会呈现断崖式衰退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，医师指出让长者健康资本被透支的5大元凶。家有长辈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了解，赶快提醒家人及早预防，别让至亲在晚年经历这种急剧下滑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白，身体就像一个健康账户，年轻时我们不觉得有什么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存折里的本钱会被一点点提领。如果平时不注意补充存款，等到75岁左右，健康储蓄可能所剩无几，一点风险都承受不了。一场小病或小意外，对年轻人来说只是从账户里提走一点点存款，但对一位健康账户接近透支的老人，却可能是致命的重击。医学研究也发现，人体在70岁左右，身体机能会剧烈变化。例如，自然期刊曾刊登研究指出，70岁以上长者的造血干细胞数量急剧下降，不足年轻时的1/10，这表示身体自我修复和免疫能力大不如前。换言之，如果长辈没有维持好体力和营养储备，就很难扛过这道坎。所以75岁常被形容是生命中的一道生理转折点，跨过去了依然可以颐养天年，跨不过去可能身体状况会急转直下。那么是哪些因素在悄悄掏空老人家的健康本钱呢？以下5件事就是医师总结出的元凶。第一件事就是饮食过于清淡单一，导致营养跟不上。许多长辈觉得上了年纪就要吃得清淡，少油少盐少肉才比较健康。然而清淡不等于养生，如果饮食过于朴素单薄，反而会让身体处于没有建材也没有工人的窘境。怎么说呢？我们的身体就像房子，需要营养这些建材来修补维护，同时也需要热量提供工人能量去运作。如果长期吃不下吃不够，特别是优质蛋白质和热量不足，身体机能就会越来越差。很多高龄者每天只喝点稀饭配腌菜，或是3餐茶水配馒头，觉得这样最清淡养胃，但其实这样会严重营养不良。当身体得不到足够蛋白质时，只好偷偷耗用自身储备来维持基本运转，结果就是肌肉组织和骨质不断流失。如果热量也不足，人就容易没力气，免疫力下降，更不想活动，进入恶性循环。难怪有医师指出，老人大吃大喝固然不好，但吃得太清淡太少，反而会加速衰老。曾有营养科医师分享一个案例，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，身高将近1.7米，但体重瘦到不到40公斤。平日他总说自己没胃口，勉强多吃一点就觉得胀气、消化不良，久而久之更不想吃，整个人日渐干瘦。后来检查发现，这位长者就是因为多年饮食过于单调清淡，营养摄取严重不足，导致严重肌肉流失和蛋白质热量营养不良症。长期营养不良让他的身体几乎没有抵抗力，稍微一生病就完全无法恢复元气。老人体内营养储备一旦被耗空，身体各器官就会像缺料的机器，想运转也有心无力。蛋白质不足直接导致肌肉萎缩，免疫细胞的生成也受影响。老人家容易变得瘦弱乏力，连带免疫力下降，一场小感染都可能拖很久好不了。除此之外，很多长辈刻意不吃肉，不碰蛋奶，长期下来维生素和矿物质也缺乏，比如缺乏维生素 D 和钙质，会让骨头变得脆弱松动，缺铁会引发贫血，让人更疲倦头晕。有人以为每天熬骨头汤、青菜汤当主食就有营养，但其实营养都不在汤里，而在你没吃的肉和蔬菜本身。当老人体内蛋白质和各种微量元素供应不足，身体就很难维持正常修复，肌肉和骨骼无法再生，器官功能也逐渐减退。很多长辈到了75岁之后，突然体重骤降，身形干瘦，这都是营养不良的警讯。如果没有及时改善饮食，
健康账户很快就要见底，一旦遇到感染或受伤，身体再也拿不出本钱来还债，就可能一蹶不振。所以千万别再以为老人吃得越清淡越好，相反，均衡而足量的营养才是高龄健康的基石。建议家中长辈每餐都要摄取优质蛋白质，如鱼肉、禽蛋、豆制品，搭配适量全谷饭面和蔬果，少量多餐也无妨，就是不要只喝白粥配酱菜了事。另外也别忘了多晒太阳或补充维生素 D 和钙质，预防骨质疏松。只要营养跟上了，老人才有本钱对抗疾病和衰老，不会轻易被一场感冒击倒。第二件事是缺乏运动，长期不动导致用进废退。许多长者退休后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应该多休息少活动，生怕运动会受伤。其实这种观念正好相反。俗话说，人怕不动，铁怕不动。人体的肌肉和骨骼就是要经常活动才能维持功能，你越不动，它们退化的越快。年轻时我们的肌肉量充足，骨骼也强壮有弹性，但不幸的是，从中年开始，如果缺乏锻炼，肌肉会一点点流失。卫生单位的资料显示，一般人在40岁之后，每10年肌肉量大约下降 8%， 等到70岁以后，肌肉流失速度更是明显加快，平均每10年掉 15% 以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60岁时不注意锻炼肌肉，到了75岁时，肌肉力量可能只剩中年时候的一半以下。肌肉量减少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体力和平衡感变差，走路变慢，站没多久就累，甚至站都站不稳。肌少症如今被医界称为威胁高龄者生活品质的隐形杀手之一，因为肌肉力量一旦跌破维持日常活动的及格线，老人家就会陷入失能和卧床的高风险。很多长辈本来能走能动，但这几年不知不觉变得走个几步就喘，腿也抬不动，这多半就是缺乏运动导致肌力严重流失的结果。等到肌肉流失到一定程度，老人连站起来都费劲，哪天一不小心跌倒，就再也没有力量自己爬起来，后果就严重了。值得警惕的是，缺乏运动不仅伤肌肉，也伤骨头和心肺功能。人在运动时，骨骼受到适度应力刺激，能促进新骨生成，保持骨质密度。相反，长期不活动，骨质会快速流失，骨骼变得松脆。一位70多岁的奶奶可能平时看着没什么问题，但其实骨头早已像薄玻璃般脆弱，如果再加上肌肉无力保护关节，她只要一滑倒就很可能造成骨折。髋部骨折更是老年人致命的伤势之一。有医学统计发现，高龄髋骨骨折患者在骨折后1年内的死亡率高达1/5。就算撑过了危险期，长期卧床也容易引发肺炎、血栓等并发症，让身体每况愈下。由此可见，一旦因为不运动导致肌少症加骨质疏松，这对隐形杀手找上门，老人家的健康账户几乎就见底了。连站立行走都困难的时候，别说抵御疾病，小小意外都可能夺走生命。另外，长期缺乏运动也使心肺功能逐渐衰退。适度的有氧运动能让心脏更强壮，肺活量增加；不活动则心肌功能日渐疲弱，肺活量降低，身体对氧气和血液的利用效率变差。于是我们会看到有些长辈一动就喘，一喘就不敢动，恶性循环愈加严重，身体机能的下降速度因此大大加快。本来几年能慢慢走完的下坡路，可能1年不到就直接滑到谷底。所幸运动从来不嫌晚，只要开始就有进账。研究显示，即便是80-90岁的长者，透过循序渐进的肌力训练和复健运动，一样能增强肌肉力量，改善行走和平衡能力，降低跌倒风险。我们应该鼓励长辈动起来，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适度的活动，哪怕只是每天在家扶着椅子练习几组坐下起立，或每天散步20-30分钟，对维持肌肉骨骼健康都有很大帮助。反之，千万别让长者整天坐着或躺着不动，过度静养其实是在慢性自杀。多一分日常活动，就多一分纯净健康账户的本钱。到了紧要关头，身体才有余力替我们抵挡风险。第三件事是不爱喝水，身体长期处于慢性脱水状态。许多年纪大的长辈都有喝水少的习惯，有的是因为年龄大了，口渴的感觉变迟钝，不太觉得渴；有的是怕上厕所麻烦，
白天少喝，甚至下午以后不敢喝水，省得夜里起床。还有的觉得喝太多水肾脏负担重，听信偏方说老年人要少喝水才能保养肾，这些想法其实都大错特错。水是生命之源，更是老人家身体机能运转不可或缺的助力。人体随着变老，组织中的水分比例本来就在下降，如果还不主动补充水分，几乎全身器官都会受到伤害。老年人长期处在轻度脱水的状态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血液变粘稠，循环变慢，血液粘稠度增加，就好比河流变窄变慢，更容易形成淤堵。这种情况下，脑血栓、心肌梗塞等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大大提高，特别是本身有高血压、高血脂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，体内水分不足会让血液变粘稠，加重病情，很可能哪天血管就被堵住了。许多老人夏天中风或心梗发作，其实诱因之一就是天热出汗多，又没有及时补水，导致血液浓缩发生意外。另外，水分不足对肾脏和泌尿系统的伤害也不容小觑。长辈们如果经常懒得喝水，尿量就会减少，肾脏无法充分排出代谢废物，时间长了容易形成肾结石，甚至诱发痛风。尿液浓缩还会增加泌尿道感染风险，很多老年人反复泌尿道发炎、尿尿发臭，其实都是喝水太少惹的祸。肠道方面更是直接受影响，大肠会拼命从残渣中回收水分，引起顽固便秘。老人家因便秘使不上劲，食欲更差，身体状况因此每况愈下。可以说，不爱喝水让身体每个角落都在默默叫苦，皮肤干痒起皱，黏膜干燥容易感染，血管脆硬堵塞，肾肠负担加重，长期缺水无异于慢性中毒。难怪医生们强调充足的水分是长寿的基本条件之一。有些长者可能会问，我不觉得渴，为什么非要喝水？事实上，当我们感到口渴时，身体其实已经流失了超过1%、2%的水分。对老人而言，等觉察到口渴再喝，已经为时过晚。所以高龄者更需要主动饮水的习惯，不要等渴了才想起来。还有长辈担心喝太多水身体撑不住，其实正常情况下，一天分多次饮用1500毫升左右的水是绝对没问题的。只要不是短时间狂灌，均匀的喝水不会造成水中毒，反而能保持身体内环境的稳定。如果实在怕夜尿多影响睡眠，白天起床后到下午这段时间更要抓紧机会多喝几杯水。早上1杯温开水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预防血栓。白天勤补水能维持代谢循环正常运转。总之，别再让家中长辈迷信那些少喝水养肾的说法了。科学饮水才养生，少量多次，定时主动喝，把水当作日常补药。每一杯水都是在为健康账户储值。良好的水分平衡，才能让身体各机能顺畅运转，不至于在紧要关头因小失大。第4件事是生病硬撑不求医，慢性疾病管理不当。不少老人家一辈子节俭惯了，对自己身体不舒服也是能忍就忍，能不看医生就不看。一方面，他们总觉得小毛小病不用大惊小怪，扛一扛就过去。另一方面，也担心看病、吃药、花钱、药物伤身等等。所以我们常看到有些长辈即使身体出了状况也隐忍不说，甚至瞒着家人自行停药。但事实证明，这种愈病不治、愈痛不言的逞强，往往埋下更大的健康隐患。现代医学把高血压、糖尿病等称为沉默的杀手，因为他们在早期往往症状不明显，可日积月累会严重损害身体的重要器官。举例来说，高血压若不按时服药控制，长期血压飙高会让心脏不堪重负，心肌逐渐肥厚无力，还会加速动脉硬化，使得脑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大幅上升。同样地，糖尿病若血糖控制不良，几年下来，视网膜、肾脏、神经、心血管都可能受到不可逆的损伤。很多长辈觉得吃药伤身，喜欢自行减量甚至停药，但这其实是在与狼共舞，让慢性病在体内肆虐。等到哪天病情爆发，引发中风、心肌梗塞或肾衰竭时，身体往往已被掏空，再高明的医术也回天乏术了。除了慢性病外，对待急性疾病的轻忽也可能让老人吃大亏。
小毛病拖着不治，对年轻人也许影响不大，但对高龄者来说，可能很快酿成大病。举个例子，一位80岁老人感冒发烧，本来只是上呼吸道感染，如果及时休养治疗，很快能好。但他觉得不就是小感冒吗？硬是撑着不看医生，结果拖了几天，病毒感染蔓延到肺部，发展成严重肺炎。由于老人免疫力低，加上延误治疗，肺炎引发呼吸衰竭，送进加护病房，一场小感冒险些夺走性命。还有不少长者平时身体不适也不愿声张，比如心口隐隐作痛，突然头晕眼花，他们可能选择自己忍耐，甚至瞒着子女。殊不知，这些往往是重大疾病的前兆。胸痛也许是心绞痛发作，头晕可能是脑部短暂缺血。如果及早就医检查，或能及时介入治疗，避免恶化，但拖着不处理，下一次发作可能就是致命的一击。我们经常听说某某老人之前好好的，突然一下就不行了。其实很多时候并非突然，其征兆早就出现过，只是被当事人忽视或隐瞒了。结果小毛病养成大问题，健康存折在不知不觉中被掏空殆尽，终于遇到最后一根稻草时就全线崩溃。对策其实也很简单，定期健康检查，按时服药控制慢病，身体有不适及早就医，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拖延治疗，也不要随意停药或迷信偏方。现代医学虽不保证长生不老，但绝对可以帮助我们把许多疾病控制在萌芽状态，不至于等它烧成大火才来灭。家有长辈，一定要多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，鼓励他们该看医生就看医生，不要逞强硬撑，别让不愿就医这件事成为击垮老人晚年健康的隐藏杀手。第5件事是心态消极孤僻，缺少社交与心理支持。人的健康不仅取决于生理机能，也深受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。很多长寿的老人都有一颗童心和乐观豁达的心态，反之，一些长辈提早出现明显衰退，往往伴随着心理上的失衡。常见的情况有：退休后觉得自己无事可做，逐渐与社会脱节，每天闷坐家中，生活缺乏目的和乐趣，或是老伴过世，子女常年不在身边，感到孤独失落，长期陷入抑郁寡欢的状态。这些心理上的巨大变化会真真切切反映到身体上。长期孤独和抑郁本身就是健康的慢性杀手。有研究指出，长期孤独感对老年人健康的破坏力不亚于吸烟、酗酒等不良嗜好。孤独的长者往往食不知味，睡不安稳，白天没精神，夜晚睡不着，久而久之免疫力下降，慢性发炎指数上升，容易诱发各种疾病。同时，情绪低落会降低对生活的热情，很多抑郁的老人懒得吃饭，懒得动，对治疗也缺乏配合意愿，任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。有些案例中，老人家在伴侣离世后短短几个月内，自己也随之离去。除了年龄因素，极度的悲伤和孤独让他们失去了生活下去的斗志，身体机能因而迅速枯萎。由此可见，心态垮了，身体很快就跟着垮了。反过来说，维持良好的心态与社交活动，对延缓衰老至关重要。曾有研究调查100岁人瑞的共同特质，发现他们大多个性开朗，喜欢与人互动，生活中不缺朋友和家人陪伴。良好的人际连结和心情可以减轻老年人的心理压力，让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处于较平衡的状态，对抗疾病的能力也更强。一个心情愉快、有所寄托的长者，通常愿意按时吃饭，定期运动，遵医嘱服药，因为他们对生活有热情、有期待，自然就更愿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而那些封闭自己、不愿社交的老人，则可能逐渐丧失对自我健康的关注，甚至出现认知能力的迅速退化，缺乏与外界的刺激互动，大脑得不到锻炼，失智症也更容易找上门来。这些都会让身体衰退的进程按下加速键。因此，千万不要忽视心理养生的重要性。家属可以多关心长辈的心理状态，主动陪伴聊天，鼓励他们培养兴趣爱好，参加适合老年人的社区活动，哪怕只是跟邻居下棋散步，打一通电话拉家常，这些点滴交流都像是为老人的心灵补水，为生命加油，让长者感受到关爱与价值，他们才有动力乐观地活下去。
有了好心情，大脑和身体也会分泌出有益的化学物质，减缓压力、荷尔蒙对身体的侵蚀。反之，如果长辈整天闷闷不乐，与世隔绝，那身体机能很可能会同步走下坡路。我们常说笑口常开，长命百岁，绝不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呀。所以别让家中的长辈独自承受孤寂和负面情绪，多给他们一些关怀和陪伴。心态年轻，身体才不会老得太快。这句话在老年人身上尤其适用。以上5件事就是医师们总结出的导致老人75岁后身体快速衰退的主要原因。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可怕？别忘了，一些我们以为的养生好习惯，如果方式不对，反而可能变成健康隐患。不过现在了解还不晚。总结来说，预防长辈健康断崖式下滑的关键在于提前储蓄健康本钱，均衡营养、适量运动、充足水分、规律就医，加上良好心态，5大方面缺一不可。我们陪伴长辈把这些健康存款存满了，自然就有余力对抗岁月的挑战。当然，人老了机能走下坡是自然规律，但衰老原本可以是缓慢和平缓的过程，而不该是突然坠崖般的衰落。如果我们及早帮长辈揪出上述5大元凶并加以改善，就能守住75岁这道坎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质量更有保障。想象一下，当别人70、80岁因体弱多病而卧床时，你的家人却依然精神矍铄，腿脚利落，日常生活能自理，甚至还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，这将是多大的幸福。而这一切并非可遇不可求，只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，我们就能改变长辈的健康轨迹。最后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长辈的健康是全家人的福气。我们不仅要帮他们养生，更要帮他们避开那些错误的养生方式。现在就行动起来吧，检视一下家中长辈的日常，是否吃得营养，动得起来，喝得够水，慢性病药物是否按时服用，心情是否开朗，有没有常跟朋友聊聊天。从今天开始，多给长者一点关爱和正确的建议，为他们把健康存折再存满一些。当然，这些道理对我们年轻一辈也同样适用，提早养成好习惯，自己的晚年也能过得更好。让我们一起守护家中长辈的健康，陪他们平安度过一个又一个75岁，迎来更长寿而有品质的美好人生。祝愿所有长辈都能安享晚年，也祝福大家未来都能健康的陪伴家人走更长的路。记住了吗？赶快提醒您的家人朋友，远离那5大掏空身体的陷阱，为健康加分，让生命的长河留得更平稳长久。